说是亲昵，魏无羡却感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没有敌意，却也绝不是表示友好，那是一种会让人下意识想要退避的亲近，与其说是友好，不如说是高傲者的垂怜。魏无羡完全没弄清楚状况，便向蓝忘机投去询问的目光。蓝忘机平声道：他没有敌意，应当是有求于你。有求于我？魏无羡仿佛觉着这个词十分新鲜，来回咀嚼了几遍，若有所思地捏着耳朵，对上那赤狐眯起的眼睛。莫不是借我所求来成全你所求？赤狐将头伸到他手心下思磨片刻，发出微弱的莺啼一般的鸣声。蓝忘机便看见魏无羡的脸色风云变幻，像见了鬼一样，两只狐耳忽地直立起来。踟蹰片刻，蓝忘机问道：如何？魏无羡递给他一个待会跟你说的眼神，他低下头偏过脸，像在侧耳倾听赤狐的鸣叫，不时嗯嗯哦哦地应和着，显然在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跟狐狸交流。一番交流下来，魏无羡仿佛去太虚梦游了一圈，恍惚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组织过语言后，用沉重的语气对蓝忘机道：他说可以帮我们从这里出去。蓝忘机嗯了一声。魏无羡又道：他还说我中的这个咒到第9天就会自然解除，前提是他还活着，并且达成夙愿。蓝忘机微微蹙眉不语。见他没出言反对，魏无羡便顺理成章地问那赤狐：先说说你想要什么？赤狐的嘴没怎么张合，声音却传入了魏无羡的耳朵，落在他脑海中，化成了简短的一句话：唯吾等得以安康。两人一夜未归，再回到云深不知处时，自然引起了一堆同辈子弟的关注。然而从山下走到仙府，蓝忘机一直都寸步不离地走在魏无羡身边。他在各个世家子弟中素来是个生人勿近的角色，因而其他人只要一见他，便不由自主绕路走，唯恐自己被那分冰霜一样的气息刺到。也就聂怀桑不怕死的一路跟着他们走到蓝氏。魏兄，你们找到那狐妖了吗？有没有化成人形啊？长得好看吗？耳朵能不能让我摸一下？找到了。没有，不知道，滚。聂怀桑看起来还有一肚子问题要问，紧跟着魏无羡试图去勾肩搭背。这时蓝忘机面无表情地瞟了他一眼，他浑身一震，立刻打着哈哈告辞了。两人被传唤至蓝氏，各家子弟已经下学，蓝启仁不在蓝氏中，蓝曦臣正在整理书册。两人便向蓝曦臣简要说明了情况。蓝曦臣沉吟片刻，才道：魏公子，你有何打算？赤狐所言并非易事。只要温若寒一日不打消得到狐裘的念头，那赤狐及其子嗣便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康。若是站出来保那赤狐，便是明面上与温家叫板，至少在此刻还没有哪个家族有这样的魄力。蓝忘机道：办法是有的。魏无羡道：我倒是想到一个，不过……蓝忘机立即打断他：不可妄为。我话还没说半句，你怎么就判定我要去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蓝忘机盯了他片刻，似是想起了什么，压下眉宇间那股不愉，缓缓移开目光，平声道：我并非这个意思。蓝曦臣只觉出两人间的氛围有些微妙的剑拔弩张，忙出言道：魏公子，但说无妨。顿了一下，又道：忘机，且先听一听，再做定夺。魏无羡便将自己的想法讲了一遍，末了还不忘一本正经的补充：泽无君你放心，这件事不会牵扯到姑苏蓝氏。要说的话，我从这里得到的帮助已经够多了，实在感激不尽。要是江澄听到他这一板一眼老气横秋的说明，必定要翻白眼，龇牙咧嘴，一番辛辣嘲讽。蓝曦臣听后只是微微一笑，朝向蓝忘机温声问道：忘机，你有何见解？蓝忘机神色中有古道不明的复杂，然而他只是摇摇头：并无。蓝曦臣便颔首道：那便按魏公子所说的做吧，你接下来也陪同他协助他，可好？蓝忘机垂眼嗯了一声，魏无羡偏过脸偷偷瞄向他，身后的尾巴控制不住地摇了起来，一边感叹蓝家这回真是送佛送到西，一边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喜意窜出门外。魏无羡刚要活动一番手脚，身后便传来蓝忘机的声音：云深不知处不可急行。
魏无羡又蹦回他面前，带着促狭的笑意问道：你倒是说说，你们家有什么事情是不敬的？蓝忘机别开了脸，轻声道：强词夺理。这几个字轻飘飘地砸在人心上，莫名的就把魏无羡准备好接的话压了回去。魏无羡摸了摸鼻子：你又来了，之前是谁答应了以后不会给我摆臭脸来着，怎么出尔反尔呢？他非常有自知之明的觉得自己3番4次逾矩，蓝忘机对他摆臭脸估计已经成本能了，因此说这话时也只是调侃一下。不料蓝忘机闻言竟真缓和了脸色，甚至提步上前走到魏无羡眼前，距离骤然拉近，魏无羡下意识地想后撤，下一刻一只冰凉的手附上他的额头，让他一怔过后直接愣在了原地。片刻后，蓝忘机便将手收了回去，不咸不淡的道：还有些热度。魏无羡怔怔的应道：哦。见他没有什么反应，蓝忘机摇摇头，转了身。我去拿药。眼见着蓝忘机越走越远，魏无羡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卯足了劲朝蓝忘机的背影喊了一声：蓝湛。蓝忘机微微偏过头，魏无羡却忽然语塞，一时发觉自己开口出奇的艰涩，憋了老半天才道：谢谢你。蓝忘机似是神色一僵，便不清情绪的淡声道：不必。魏无羡呆呆立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才抓狂的拽着自己耳朵原地转了2圈，心道：要命要命，我在说什么？我说了什么？我想说什么？我本来是要说什么来着？他看上去好像不大高兴，难道是我的语气不够真诚？闹腾了一会儿，他安静下来，腾出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就像是对刚才的那一瞬间无端端的就生出一丝言语无法道明的眷恋来。接下来的几天，魏无羡都在忙着往姑苏城外那山上跑，蓝忘机兢兢业业地陪着他跑。蓝启仁既没法点魏无羡答问，也没法点蓝忘机给其他子弟做示范，上课上的十分空虚。把事情都安排妥当了，魏无羡便安心的在回来的路上买了天子笑。蓝忘机看了他一眼，魏无羡先知先觉地抢着说道：我知道你们家敬酒，可是难得出来一趟，不弄点什么总是不大好的，是不是？我还想好好谢谢你呢。蓝忘机别过头：不必言谢。魏无羡不依不饶地追到他眼前：要的要的，你看咱们都这么熟了，就宽容一下。蓝忘机抿着唇，眼看就要吐出一个不字，却在一番踌躇过后道：你自便。没等魏无羡雀跃，蓝忘机又道：过后你要自觉去领罚。江厌离在云深不知处翘首以盼他们回来，他本来是要走的，然而前几天魏无羡回来时还带着烧，他便说什么也要留下来照看他，直到他将所中的咒去了为止。江澄本来嘴上劝着姐姐赶紧回去，心里却忍不住惦记江厌离的手艺，尤其是跟蓝家的饭菜对比一番后，就默默地住了嘴。江厌离炖了汤，做了饭菜，连其他子弟的份也一并做了，就在他们平日用膳的地方分发。金子轩独自一人坐在岸边，平日里他便对自己的这门亲事与这位平平无奇的未婚妻十分不满，因而见到江厌离在给其他子弟分汤时，抑不住傲气的含沙射影了几句。当时魏无羡和江澄就要挽袖子上去揍人，江厌离却制止了他们，神色无意地装了一碗汤端到金子轩面前，礼貌地道：金公子要尝一尝吗？金子轩烦躁地一扬手，本要一下拍翻汤碗，然而手却在碰到碗的瞬间刹住，脸色难看地抽了抽鼻子，又看了一眼自己眼前的蓝家标配清汤白饭，外加颜色微妙的药膳，再看看那碗香气四溢的莲藕排骨汤，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蓝家的饭菜难吃归难吃，金家的尊严还是要有的。金子轩忍痛大手一挥，很有骨气地道：不要，拿走。江厌离为难地看着他，问道：真的不要吗？金子轩心道：你怎么这么多话？话到嘴边，终还是放弃了最后的倔强。我可以勉为其难尝一尝。魏无羡和江澄简直控制不住上去一人一边把他拖出去丢掉的冲动。金子轩端着汤竭力维持形象地喝着，忍不住抬眼偷偷看江厌离的神情，好像生怕他笑话自己。然而江厌离看着他时，眼中流露出喜色，像成了漫天的星辰，神色是前所未有的明亮，
有那么一瞬间，竟叫人移不开眼睛。魏无羡自然是不信金子轩会这么老实，然而等了一会儿也没找着什么岔子，便福至心灵的也去装了一碗汤。江澄道：今天这么诚心，学会给别人装汤了。